中俄朝从猜忌转向全面合作，俄乌战争爆发，普丁给西方打了2个大耳刮子，从西方到了东方，新三角联合抗美，中国加强中俄的联系，肯定中俄的连结，纷争开始了。双航母秀出来，透过经济把伊朗、印度拉金砖构成亚洲四角关系，破了亚洲的美国势力。所以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他们当选之后，正式象征美国冷战对抗的思维结束。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俄国跟朝鲜各自射洲际弹道飞弹。稍早的时候发现金正恩这次射了一个洲际弹道飞弹，而且这个洲际弹道飞弹呢是过去从来没有展示过的型号，而且他在10月23号的时候就跑去视察了他们的洲际弹道飞弹库。那这 ICBM 根据韩国方的侦查，最大高度达到了7000公里，最长飞行距离达到了1000公里，飞行时长达到了86分钟，通通破了过去的记录，最终呢落在了日本海。所以这一次的洲际弹道飞弹呢，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品种而且根据目前韩方跟日方的分析，这是改良版的固体火箭燃料推进器那朝鲜的技术到底是来自哪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个谜不过国际一般认定大概是来自于俄罗斯交换的结果。与此同时，在金正恩旁边的邻国俄国也在做弹道飞弹演训。这次俄国29号的时候，在普丁的监督之下进行了核武的演习，3枚弹道飞弹呢均命中目标核武确保国安的最后手段。说的话跟金正恩基本上一模一样，所以很让人怀疑是不是有通气的状况。因为就在此前不久，朝鲜就派了士兵进入到了俄乌的前线库斯克州。西方媒体的报道，金正恩派志愿军援助普丁，乌克兰及盟友有什么选择？很多人说俄罗斯完了，兵源不足，所以才找了金正恩来做援助。也有人说，金正恩射最大射程的导弹是要掩盖派兵援俄的议题。这2件事我们串在一起看不同意这种说法。第一，这个是莫斯科政府，普丁到了北韩，然后跟金正恩见面之后，两边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协议，而且有所谓互相帮助防守的一个条约在，所以这个不是俄国兵源不足。朝鲜把部队派到俄乌的前线，但是又是在俄罗斯的标准领土里面，代表朝鲜并没有要把这个事态扩大。也就是说，这个联盟政治意义还有军事训练意义大于实质的军事资源意义。我要告诉你，我俄朝已经完全政治结盟。还有一个点，当韩国跟俄国拉得这么近的时候，那中国过去肯定是不乐意的，因为北韩 ICBM 它可以覆盖全中国，而且北韩真正意义上的陆上邻国除了南边敌对的南韩之外，中国占据了大多数地方。所以就北韩来说了，俄罗斯与其说对北韩有压迫危机，更多是一种第二邻国的选择。我跟大家报告2006年以来北韩被号称实行最严厉的制裁已经过了18年，代表真正有意义上大规模制裁北韩而且彻底实现是中国。所以那个时期中国跟朝鲜的关系是非常不好的。可是现在不一样有几个既定的现状。第一个，现在的北韩在金正恩上台之后是扎扎实实的拥有核武器，而且连氢弹都有了。再来，俄罗斯最弱的时代也过去了。第三，对于北韩来讲，它最大的压力在于维护自身政权的可长久存在性。这一点透过金正日跳级指定即位的金正恩，他的心病是很严重的，因为中国是反对的。所以2018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北朝鲜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紧张的，甚至北韩对于中国的敌意一度是大过美国的。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来讲，这样的状况无疑是有利于美国的，就形成了金正恩跟川普直接见面。可是这件事最违比寻常，是中国这次非常的低调，没有对于北朝鲜制裁，而这种相对对北韩试射飞弹保持沉默的状态也不是现在。而这一切关键，普丁给西方打了2个大耳刮子。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从西方到了东方，北方到了南方，事情就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了嘛。就在今天，央视放出了极有战略政治意义，历史上首次辽宁舰跟山东舰双航母演练编队，而且这个演训是已经完成了。这个拍法是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的标准拍法。你看，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跟林肯号双航母舰队出行，只能说共军真的是美军的课代表。就在朝鲜射完飞弹之后，俄罗斯的副外交部长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中俄关系不受国际左右，这是一系列密集发生的事情哦。所以这里面它是有很强的意涵。这一次北朝鲜弹道飞弹的射击，绝对是在中俄谈好的情况下去射的。但是你要说中俄跟100%随时1秒钟都知道彼此动态，当然没有，所以还是需要派这些高级的部长来去讨论问题，而且他们就有俄乌战争等交换意见。因为俄罗斯之前普京就说了，核武器保护俄国国家是极特殊的最后措施哦。王毅指出，喀山的金砖峰会有特殊意义，认为峰会保持金砖国家上升势头，有助于全球南方团结和力量的增长。中俄双方正在最近接触中达成新的重要的合作协议，而且还强调两国关系不受国际风云变幻左右，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扰，双方要共同努力，统筹好各领域的合作、各层级的交往。鲁登科也指出，俄中关系处于高水平，并强调两国领导人之间密切的接触对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进一步说到，俄中关系迅速发展，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所以中国加强中俄的联系，肯定中俄的连结，双航母秀出来，这个就是对于整个美国的新回应，代表俄中朝新三角要联合来抗美。过去的三角是看似三角，其实是三边博弈，而且韩国还想拉第三方美国给拉进来。可是升级版的新中俄关系，让中俄朝从猜忌转向全面合作，这就是现在整个翻转。那中俄只有自己也很担保，所以我要把后面伊朗、印度拉金砖之后，透过经济的关系，亚洲大陆呢是构成了一个四角关系，然后亚洲大陆出海的第一关就在北韩，处理完北韩之后，亚洲前面的美国势力这个局就破了吧，台湾自然就非常好处理。所以不管是川普或者是贺锦丽，他们当选之后正式象征美国冷战对抗的思维结束，因此2022是个巨大的分界。拜登这个有冷战思维的人，强行把一众根本就不是站在一起的人推在一起了。所谓的 Grand Chessboard 大棋盘已经完成，这个大棋局是来迎接川普即将回归。所以看到亚洲地缘的翻转，只能说真的要感谢拜登的贡献。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尴尬的点，俄国可以赤裸裸的跟北韩结盟，因为两个都是超级制裁国家，但中国不行，因为中国是一个外贸导向很明确的国家，中国的工业产能已经占到了全球的 34% 左右，美国为首的 G7 加欧盟也就差不多是这个份额。所以中国的工业产能必须要全世界的市场，被制裁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中国不可能明面跟美国翻脸。因此你会发现，当朝中关系太近了，美国开始抗议的时候，就突然出现中国好像又执行了对朝的一些制裁或什么，但是私底下绝对没有人做，这个是习近平必须要忍辱负重的地方。所以中俄朝的三角关系是表面上看不到，但实际上你要看得出来的。